完了，全完了！千里无生机，不出3日，我魏家尽数要埋骨在这黄沙里了。都是魏凡这灾星！若不是魏凡平日里自作主张，得罪了乡中豪强，我们何至于被发配到这吃人不吐瓜头的地方？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你魏凡要是能在这沙漠活过3日，我当众吞沙，再绕着这片沙丘爬行3圈，所有人都能作证。灾星，害死全族！可没人知道，此刻少年的躯壳里装着的是来自1000年后的灵魂。魏凡垂在身侧的手指捻起一粒细沙，指尖感受着沙粒的湿度与质感，心里非但没有半分慌，反倒隐隐有些兴奋。一群认知受限于时代的古人啊，这哪里是流放受罪，这分明是一片零竞争、高潜力的纯天然荒漠开发区。地下暗河、盐铁矿脉、耐旱作物，全是等着被开采的优质资源。诸位不必哭丧，这片黄沙日后会是魏家兴盛扎根的根基。疯了！这孩子是被吓疯了！沙子里能安家，简直是说梦话。没人把这话放在心上。2日之后，现实便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。大人们也撑不住了，靠着沙丘瘫坐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。还兴盛根基呢，我看今日我们就要渴死在这儿。黄沙里能挖出活水，你要是真能挖出水，往后全族大小事务，我事事听你调遣，绝无半句反驳。魏凡扫了眼周遭的沙丘走势，又低头看见地表几丛低矮的沙生灌木，还真挖！我看魏凡是病急乱投书了。沙子里能挖出水，我头都给他拧下来。魏凡动作不停，挖至1米半深，又在坑底铺了一层干芦苇格沙，这才直起身静等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坑底依旧是干燥的黄沙。你们看，清水越积越多，不过片刻便积了浅浅一汪，全场死寂。慢着，荒漠水文勘探，常规操作而已。二叔方才说的吞沙、爬行3圈，还有全族听我调遣的约定。什么时候兑现？是我鼠目寸光，繁殖本是通天，我认栽。魏凡没再揪着不放，侧身让开位置，族人按顺序上前取水，先迟疑后近乎前进。这不过是最浅层的定条水罢了。这片荒漠真正的宝藏还藏在更深的地方。有水又能怎么样？白日烤脱皮，夜里风沙起，迟早被埋了。沙漠昼夜温差极大，白日酷暑灼骨，深夜寒风裹杀，露天待着不渴死，也要被折腾死。说的没错，水能续命，可安不了家。魏凡，你要是能造出安稳居所，你要是能在这黄沙里造出不惧寒暑、能挡风沙的住处，我以后天天不亮就起，清扫整片营地，随叫随到，绝不偷懒。要是造不出来，你就当众赔罪，承认之前满口大话。魏凡听完，心里只觉得好笑。控温防风格沙，一套基础荒漠基建工程而已。去收集风干驼粪、粘土、细沙，按比例混一起。少年们愣了愣，见魏凡神色笃定，还是应声去了。接下来的半日，魏凡带着人先向下挖出半人深的土坑，再用混合好的驼粪粘土沿着坑边夯住墙体，
外围加防风回坡，内部再分出休息与储物2个区域。屋外热浪滚滚，沙粒漫天乱飞。可走进去，阴凉爽爽扑面而来，连风都被挡在了外面。谁也没想到，沙子里居然真能造出这样安稳的住处。居入区基建工程验收完毕，二叔，你的扫沙差事可以上岗了。不过是个土坑罢了，没有粮食，就算住得再安稳，终究还是要饿死。食物供给体系也该搭建起来了。断粮的危机来得比预想中更快，流放时带的干粮本就不多，又经过一路消耗，到第3日时已经彻底见了骨。荒漠里无耕地，无粮草，就算有水有房，也撑不过几日啊。前2桩算你运气好，可这黄沙地里绝不可能有大批能饱腹的吃食。你要是能找得到，往后我但凡质疑你一次，就自己跪在沙丘上半日反省，绝不推诿。不是荒漠没有粮草，是你们没有野生植被资源勘探的经验，分不清有毒的和能吃的。沙居枝条带刺，果实饱满金黄，果肉酸甜，既能充饥也能补水分。肉苁蓉藏在沙层下，肥厚多汁，可食可补。还有几类耐旱的草根，洗净之后无毒可食，淀粉含量不低。魏凡一边走一边教众人辨认哪些能吃，哪些有毒，哪些可以入药。不过短短1个时辰，几人就扛着满满几大堆食材回了营地。世间从无绝境荒漠，只有不懂资源开发的庸人。魏莽，记住你今天立下的诺言。我心服口服。魏凡眼界手段，我们都望尘莫及，再也不敢随意智慧。众人忙着分拣食材，脸上终于有了活气。先前对魏凡冷眼相向的人，此刻也都主动上前搭手，态度殷勤了许多。可魏凡看着这些野生食材，却并没有多轻松。野生作物终究只能应急，想要长久立足，还是得有稳定的耕地。安稳日子没过2天，营地里就出了事。凭什么要拿出来？自己省下来的就是自己的，大家都省着用，凭什么你搞特殊？争吵声引来了所有人，本来水就金贵，自己攒点怎么了？魏凡，要是你管不住这私藏的乱象，就把你自己的存水分出来给大家；要是管得住，这1个月的取水苦活，我一个人包了。人都是自私的，哪能说管就管得住？可魏莽没想到，魏凡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水源是生存的根本，若是任由私藏争抢，人心散了，再想聚拢就难了。每日固定3个时段统一取水，所有人的水都存入公共蓄水坑，私藏物资者没收全部存水，罚3日劳役，屡教不改者逐出营地。规矩刚说完，那私藏水源者还想辩驳。魏凡让人收走了水囊，罚去清理3日营地周边的积沙。当众训诫之后，所有人都噤若寒蝉，没人再敢私藏水源，取水秩序一下就稳了下来。而魏莽也只能愿赌服输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魏莽每天都要扛着水囊往返沙丘取水，一趟下来，累得腰酸背痛，连抬杠的力气都没了。私藏的乱象彻底局寂，营地里的物资分配渐渐走上了正轨。可安稳没持续几日，天边泛起的昏黄雾气又揪紧了所有人的心。那是沙暴，小型沙暴要来了！天要亡我！这沙暴过来，我们都要被埋在沙子里！
你之前非要加固那什么浮棚，我看就是瞎折腾。等会儿营地要是被沙暴毁了，你就露天在沙地里睡3天。要是完好无损，所有击杀我一个人清理。魏凡早在勘察地形时就预测过这片区域的主导风向，提前加高防风护坡，在地窝门口堆起缓冲沙墙，物资也转移到了地下储物区。都回地窝，靠内墙站好，别乱跑。没事，我们没事。我们活下来了！愿赌服输。接下来的3日，魏莽一个人铲沙运沙，累得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经此一事，魏凡的族人看魏凡的眼神里又多了几分敬畏。可没人知道，这还只是小型沙暴。沙漠真正的威力远不止于此。沙暴刚过，又一桩意外找上门来。一名中毒孩童贪嘴，啃了几口不知名的野草，没多久就腹痛呕吐，脸色发青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孩子，撑住，别吓娘！沙漠里缺医少药，中了草木之毒，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。沙漠里的野草大多带毒，这孩子怕是……魏凡，你要是能治好这孩子，我以后再也不随意评判野外的草木了。吃的什么草？长什么样？细叶发苦，恰看有白浆，是沙漠里常见的一种有毒草本，毒性不算烈，可对孩童来说也足够凶险。慢一点，咽下去。活了，孩子活了！谢谢魏凡。别这样，孩子要紧。是我见识短浅。从那以后，但凡遇到不认识的野生草木，魏莽必定先问过魏凡，再也不敢随口评判。既然能挖出水，那就能把水引到家门口来。云水，在沙子里挖渠，沙子存不住水，挖了也是白挖。魏凡的族人第一反应都是不信。要是这沟渠能让水自己流到营子里来，这1个月的水稻维护、清沙通梯，我全包了。魏凡没跟魏莽争辩，魏凡沿着地势高低画出引水线路，从地下水坑一直延伸到营地边上，顺着自然落差，众人开挖浅渠，渠壁再用粘土加固，防止渗漏。工程不大，不过2日便挖通了。开闸的那一刻，清水顺着沟渠流了出来，缓缓流进了营月边上的蓄水池里。真的成了！以后再也不用跑几里路取水了，在家门口就能取到干净的水。魏莽站在渠边，彻底没了话说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魏莽每天都要清理积沙，维护水道通畅。魏莽再也没提过黄沙不能饮水这句话，饮水的问题彻底解决。可新的麻烦又接踵而来，沙漠的昼夜温差大得吓人，白日里热得冒汗，一到深夜，老人与孩子还是扛不住。
手上脚上都生了冻疮。这荒漠里连像样的布料都没有，哪有御寒的法子？你要是能做出保暖的被褥，让大家夜里不挨冻，我就给全族缝半个月的草垫。可魏凡早就有了思路。收骆驼绒毛，干草晒透，杀及外皮也别落。魏凡让人收集骆驼换下来的绒毛，再混合晒干的干草、沙葵外皮，一层层填充进粗布缝成的褥子里，又做了加厚的挡风门帘，挂在每个地窝门口。改造之后，地窝里的温度稳了不少，夜里再也不会被冻醒，生了痛疮的人恢复的也快了起来。魏莽说到做到，每天埋头缝制草垫，手上都磨出了茧子。营地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像样。可魏莽这人闲散惯了，安稳没几天，又开始偷懒耍滑。少一个。我就是歇会儿。之前定过规矩，偷懒罚扫沙。再加一等，整片开荒区域堆积沙土，独立清扫3日，自己做完。魏莽，今日还歇会儿吗？有发现！沙丘边缘的岩层里发现了天然岩潭。长期缺盐，魏凡的族人的状态都不太好，就连开荒的力气都没了。盐在古代本就是金贵东西，流放路上带的那点儿早就吃完了。可魏凡循着岩层里的盐分痕迹，带着勘探队走了半日。半日后，真的找到了一片浅层盐湖滩。洁白的岩层结在沙地上，刮下来就是天然的粗盐，储量大的惊人，足够全族吃半年。消息传回营地，所有人都喜出望外。魏莽，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魏莽跟着队伍去运盐，看着成片的盐滩，他震惊地愣在原地。愿赌服输，魏凡的族人将一袋袋盐沙扛到他肩上。魏莽一个人扛了数十袋盐沙回营地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有了盐，饭菜有了味道，魏凡的族人的气色一天天好转，劳作效率也高了不少。营地的物资第一次出现了富裕。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远方的沙丘上出现了几道晃动的人影，是流民。他们循着水源的痕迹，正朝着营地的方向走了。不能让他们进来！我们自己的粮水都刚够，分出去我们就不够了！赶走！赶走！赶出去！流民就是累赘！
魏凡，要是收容他们不消耗我们本族的物资，我就负责打理他们的起居，半个月。在营地外划一片独立临时安置区，想留下可以。参与开荒劳作，按工作量分配水粮，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。能干活，我们干，我们干！规则简单明了。嘿哈，嘿哈。那张饮水图纸就在里面，偷到图纸就能自己找水建营地。救命啊！别动！当场抓住！还想偷储物区？有了云水技术，迟早会有人动歪心思。这条路是最可能下手的路线。我服了，只守10个晚上的夜岗，我认。营地有规矩，偷窃者不留。驱逐出营地，永不收留。经此一事，营地的治安稳了很多。沙丘边缘发现红横色矿砂，千层铁矿。开荒全靠木铲、石片，效率太低了。1亩地10几个壮劳力要挖好几天，进度慢得让人着急。族人早就盼着能有铁制农具，可谁也没指望沙漠里能挖出铁矿。黄沙里要是能有铁矿石，我就把所有造出来的农具都打磨一遍。哼，魏莽活了几十年，从没听说过沙漠里能炼铁。可魏凡偏偏就做到了。魏凡带着人收集铁矿砂，在营地边搭起了简易的土高炉，用木炭做燃料，古法冶炼生铁。火候、时间、配料，魏凡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几日之后，第一块生铁顺利出炉。紧接着，妥锹、锄头、短铲，一件件铁制农具被锻造出来，摆在了众人面前。铁器入手沉重，刃口锋利，比木铲好用了不止1点半点。有了铁农具，开荒效率直接翻了倍。魏莽也履行承诺，每天坐在工坊里打磨所有的农具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工具升级了，可劳作起来依旧费力。魏凡看着手里的铁锹，总觉得还有优化的空间。可每天收工回来，大家还是腰酸背痛，累得不想动弹。工具已经是铁的了，还能怎么改？总不能凭空省力气吧？你要是能把农具改得更省力，我就包赶3日的重体力挖土活。魏莽也觉得现在的工具已经到顶了。魏凡没说话，只是拿起一把铁锹，仔细量了量铲面的弧度和握柄的长度。魏凡按照人体发力的习惯调整思路。魏凡调整了铲面的弧度，又把握柄加长了一截，让发力的时候更顺手。改良后的铁锹交到魏凡的族人手里一试，同样时间挖土更多，同样的时间挖的土比之前多了5成，人还没那么累了。真的省力了！魏莽站在一旁，看着改良后的农具，彻底没了话说，愿赌服输。接下来的3日，魏莽一个人干了3个人的挖土活，
累得收工的时候，直接瘫在了沙地上。工具的问题解决了，可天公不作美，连续半个月，天上一滴雨都没下。持续的干旱让水坑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。这旱情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水要是干了，我们就完了。全族动手，搭多层沙土冷凝平台。这边抬高，绳子收紧。破面别断，留出水路。再压实一层，别让夜路漏掉。它们不再是一盘散沙的流放者。旱情缓解之后，王医生，咱们跟水源走了。私藏物资是魏凡早就定下的红线，盐矿是集体资源，所有人都出力开采，自然也该归集体所有。领地的物资归集体所有，任何人不得私藏私售。魏凡没有重罚，罚魏莽独自搬运1个月防风建材，用来加固浮坡，一来给魏莽一个教训，二来也借人力加快防风工程进度。我认罚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魏莽每天往返沙丘，搬运沙土、驼粪等建材，累得够呛，却再也没动过私藏的心思。经此一事，魏凡的族人都知道了规矩的分量，再也没人敢打集体物资的主意，营地里的风气正了很多。而就在改良沙地的时候，族人在土层里发现了几粒古旧的古种，古种干瘪，却还保留着发芽的能力，是耐旱的古素品种，埋在沙层下不知道多少年了。沙子里能长出粮食？不可能吧！要是沙子里能种出粮食，我就专职给农田除2个月的草。在魏莽的认知里，只有肥沃的土地才能种庄稼，黄沙里根本不可能有收成。魏凡打算开垦一小块试验田，试着种一批。魏凡选了一小块改良过的沙土地，把谷种小心地种了下去，用自流渠引水灌溉，细心照料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谷种顺利发芽、抽穗。在风里摇着金黄的穗子。秋收的时候，试验田里的谷物熟了。虽然产量不算高，却是实打实的粮食。这是营地第一次收获人工种植的粮食，意义非凡。魏莽看着金黄的谷穗，哑口无言。魏莽老老实实扛起锄头，去田里除了2个月的草，半句怨言都没有。营地的口粮第一次实现了部分自给。可数度兆丰，营地有粮有水的消息传到了隔壁流民部落的耳朵里。
一伙人气势汹汹地找上门，想要抢夺水源。把水渠分我们一半，不然我们就冲进去抢。他们人太多了，要不就分他们一条小渠吧。真打起来，我们也得吃亏。不能，跟我来。水不是一条渠，是一整套命脉，精密的水位系统。你们早就防着了。真要抢，你们先过峰，再过墙，再过这里。走。幸好没退，零流血就劝退了外敌。生存的危机一次次化解，营地也越来越像样。可物资随意堆放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。粮食没变，工具丢失，草药受潮，损耗越来越大。营地的物资一直是随便堆在储物地屋里，时间一长，问题全出来了。粮食受潮发霉，工具找不到，草药变了质，平白浪费了不少。物资能用就行，分仓管理纯粹多此一举。要是规整之后损耗能减一半，我就天天登记出的账。在魏莽看来，记账是件麻烦又没用的事儿。魏凡说干就干。魏凡把储物区分成了粮食、盐矿、草药、工具4个独立仓库，每一类物资都分开存放，推行出入库登记制度，每一笔进出都记在木板上，清清楚楚。这是最基础的物资校账管理。这些族人听不懂复杂的术语，却不妨碍它好用。半个月后一算，物资损耗直接降了70%，发霉、丢失的情况几乎绝迹了。魏莽彻底服了。魏莽每天坐在仓库门口，认认真真登记物资出入，再也不说这种将榜2项，再也不说将榜无用。营地的管理越来越规范，而深层勘探队也在这时传回了重磅消息：沙丘深处发现了古墨族先民的遗迹入口。这里有口子，继续清。有图纸。地下巨型暗河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张图纸就是最好的佐证。哇！遗迹找到了，还有完整图纸，真有先民水路，这就是么墨王城。水源就在附近。靠建房子守不住沙漠，资源从来都是抢来的。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靠着遗迹里的古图纸，魏凡对整片区域的水脉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现有的水渠只够满足生活用水，想要大面积开荒，必须接更完善中的灌溉网络。魏凡参照古图纸的脉络，规划了主渠加分支渠的灌溉体系，
就叫荒漠北水工程。魏凡的族人听不懂什么是北翡水，却不妨碍魏凡的族人信任魏凡。开工！开工的命令一下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。别白费力气。魏莽也没再抬杠，只是嘀咕了一句，就主动扛着铁锹加入了开挖队伍。工程进展得很顺利，主渠拓宽加深，分支渠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每一片耕地。通水那天，清水顺着沟渠均匀地流进每一块农田里，灌溉效率比之前提升了数倍，大片的荒地终于有了变成良田的可能。而魏凡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营地周围那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土。这种废地怎么折腾也长不出东西来。大当家，他们在沙子里埋砍草干什么？瞎折腾啊！盖沙子，蠢！粮食被偷了，肯定没走远。追！都停下，不追！加固边界岗哨，先把口子扎紧。成了。开春，全域播种。耐旱谷物，沙棘果树，种满了新开垦的土地。这沙子里真能长出粮？别白费这么多人手。魏莽虽然没力赌约，却也暗自捏了一把汗。丰收的喜悦笼罩着整个营地，而边界的沙丘上，沙鹰望着远处的金黄鼓浪，沉默了很久。沙鹰掏出炭片，在木板上笨拙地描摹着远处灌溉渠的走向。看着营地的恰风凉景象，沙鹰眼中的忌惮越来越深。鲜果、鲜草药，放不了多久就会腐烂，尤其是沙棘果和肉苁蓉，产量大的时候吃不完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坏掉，太可惜了。魏凡决定搭建加工区，露天风干晒场搭起，密封布罐烧出来，沙棘制成果干，肉苁蓉晒成药材，草药熬成疗伤药膏，分门别类存放。经过加工的物资储存周期直接翻了好几倍。这就算个小型资源产业链。什么链？魏凡的族人听不懂，只觉得魏凡总能变废为宝。另一边，沙鹰的部族也学着营地的样子，把采来的草药摊在沙地上晾晒，照着做了，但只照到了样子。可一阵卷风刮过，木桥被吹得漫天都是，散落在黄沙里，再也捡不回来。沙鹰的部族站在一旁，大气不敢出，等着挨骂。沙鹰看着满地狼藉，却破天荒没发火。沙鹰攥紧了拳头。沙鹰沉默地望向营地的方向。第一次，沙鹰对自己信奉的抢夺路线产生了一丝动摇。浅层盐滩的储量渐渐跟不上消耗了。
魏凡带着勘探队深入，找到了储量更大的深层盐湖，岩层更厚，盐分更纯。岩层更厚，盐分更纯。魏凡让人分筛出食用细盐和工业粗盐，细盐留着食用、贸易，粗盐用来腌制、日制皮革。储量足够全族用上好几年。储量足够全族用上好几年。正巧，一支游牧商队路过，想用兽皮、牛样肉交换食盐。魏莽负责清点物资。细盐金贵，别换亏了。那语气全然没了往日拆台的样子，反倒像是真心实意的替营地着想。好。贸易一开，营地的物品种类丰富了起来。日子越来越有奔头。一座土高炉已经满足不了需求，农具需要补充，工具需要更换，还要打造一些防护器械。扩建3座土高炉。魏凡下令扩建3座土高炉，炼铁工坊的规模一下子大了好几倍，分批次冶炼，农具、切割刀具、简易防护器械源源不断的被锻造出来。营地不仅实现了工具自给自足，多余的铁器还能用来对外交换物资。荒漠手工业的雏形就此成型。消息传到沙鹰耳朵里，他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。再让他发展下去，整片沙漠就没我们立足之地了。我不信，自己在沙漠里活了20年，还斗不过一个毛头小子。营地越来越大，人越来越多，房子也越盖越乱。居部区接着工坊，噪音大。农田挤在储物区旁边，进出不方便。老人与孩子走路总要绕很远的路。魏凡看着杂乱的营地，开始做全局规划。居住区、农田区、工房区、房储区、避险区，5大板块清晰划分。这边归簇储，路先让出来。中间修通规整的土路。一番调整下来，营地一改往日的杂乱，变得井然有序。老人与孩子不用再绕路避开工坊，魏凡的族人往返农田、工坊也更方便。日子越来越像样了。可随着人口增多，新的问题也出现了。有些人开始消极借工，混在人群里偷懒，靠着别人的劳动混吃混喝。继续。他疯了！是我判断失误，忽略了谷地层的流沙带，责任在我。
推行劳作积分制之后，每个人的劳作量都清清楚楚，多劳多得，公平公正。魏莽排在最后一位，按照规矩，罚魏莽独自改造整片最贫瘠的盐碱荒地。换做以前，魏莽肯定要耍赖抱怨，可这一次，魏莽没闹。魏莽扛着铁锹就上了工，每天早出晚归，顶着烈日翻地、堆肥、中和盐碱。魏莽把没人要雨的荒地改成了可耕的良田。别以为魏莽服你，我只是守规矩。魏凡早就盯上了沙漠里的野生骆驼。魏凡摸清了骆驼的习性。魏凡带着人继续几头野生骆驼。组建起专业的运输小队之后，远距离搬运再也不用靠人力。野生骆驼驮得多，走得稳，效率比人力高了好几倍。我跟牲口打交道比跟人熟。魏莽主动请缨，负责喂养野生骆驼。魏莽把野生骆驼照料得膘肥体壮，每一头都打理得干干净净，从没出过差错。运输的问题解决了，勘探和开采的效率都提升了一大截。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又一场大旱来了。干热风持续呼啸，浅层沟渠的水量锐减，外围的农田都开始干枯。换做别的部落，早就慌了神。可营地的族人一点都不乱，按照魏凡之前的安排，大家启用了地下大型储水窖。储水窖里存着之前积载的足量淡水，清水顺着灌溉渠源源不断地流进农田，滋养着作物。旱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农田里的作物也长得好好的，没有半点枯萎的迹象。整个营地平稳地度过了旱情。而沙鹰的部落就没这么好运了，他们的水称彻底干涸，族人渴得奄奄一息，不得不迁徙去别处寻找水源。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瞎猫碰上死耗子挖了点水，也配在沙漠里占地为王？魏凡的本事，你连半分都比不上。放你娘的屁！轮得到你在这说三道四？商人没想到魏莽反应这么大，我怎么这么大火气？我不是最看不惯这小子的吗？魏凡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变了。沙暴频繁，边缘的农田总是被黄沙淹埋，房屋也容易受损。魏凡打算在领地外围种一圈防护林。魏凡选了耐旱的固沙灌木品种，打算在领地外围种一圈防护林。全族齐上阵，挖坑，栽鸟，舀水，浇水。沙暴再来的时候，冲击力被林带削弱了大半，边缘的农田和房屋再也不会被黄沙掩埋。魏莽每天都要去林带转一圈，把被风吹歪的树苗扶正。二叔现在比谁都爱惜这些树，树活了，少遭沙暴罪的是我们自己。连续耕种了1年，土地的肥力明显下降了，粮食产量比头1年低了不少。再种下去，收成还得掉，这可怎么办？
地不能一直逼着种，要轮着养。3块地，1块耕种，1块修肥，1块堆肥改良，循环轮换。地空着，不就是少收1块？休耕会耽误收成。不少魏凡的族人觉得休耕会耽误收成，颇有微词。3块地开始按魏凡的方法轮换，1块耕种，1块修肥，1块堆肥改良。可1年之后，效果就显现出来了。轮耕的土地，肥力明显比连年耕种的土地好。粮食年产量非但没降，反倒稳步上涨。真涨了，魏凡说对了。质疑声彻底消失了。这时，沙鹰带着部落迁徙回来了。看到黄护林和伦国帝，沙鹰站在沙丘上沉默了很久。第一次，沙鹰对建设这条路产生了真正的动摇。工坊的铁器越来越多，问题也跟着来了。有些匠人偷偷把锻造好的优质刀具留起来，归为己用，导致公共工具总是短缺。从今日起，设立工具统一仓库，所有铁器统一存放，严格执行领用归还登记制度。谁领走了什么，什么时候归还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制度推行之后，铁器丢失的现象彻底绝迹了。所有物资都纳入匠账管理，责任到人，生产效率反倒提升了。工坊的管理越来越规范。可就在这时，远方的沙丘上出现了一支流民队伍，队伍里有人病得很重。不能收留，恶疾传进来，我们全族都要遭殃。把他们赶走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驱赶的话，这些人只有死路一条。物资有限，风险未知，收留他们很可能拖垮整个营地。不要了，在领地外划隔离区。风险我担着，但见死不救，我们建这片景地就失去了意义。魏凡亲自驻守，调整药方。魏凡悉心照料。半月之后，患病的人全部痊愈，恶疾也没有扩散到主营地。经此一事，投奔而来的流民更多了，营地的人口暴涨了1倍。人口暴涨，原来的住处就不够住了。魏凡规划了成片的标准化半地下居所，每户带一个独立的小院子，统一建造，统一分配。所有投奔而来的流民都分到了安稳的住处，没人再颠沛流离，人人都有了家。新流民按能力分配劳作岗位，很快就融入了营地。营地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已经有了村落的模样。而一场更大的沙暴正在酝酿之中，这一次正好可以检验防护塘的成效。这小子真的把沙漠治住了。
仓储容量不足的问题，随着物资增多越来越突出。魏凡下令修建连片的高架风干晒场，同时烧制大批密封陶罐，风干仓城，储货经年不腐坏。粮食、药材、果干分类存放，通风干燥。经过改造，物资的储存周期延长了数倍。就算是雨季，也不用担心磨别损坏，粮食、药材、果干依旧干燥稳妥。营地的仓储根基彻底稳了下来，种植、加工、仓储、贸易，整条产业链彻底打通，营地的自给自足能力彻底成型。而古图纸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，图纸上标注的大漠中层的连片矿脉与万亩路土渐渐清晰起来。即将到来的中期沙暴，谁的营地能保住水源和粮食，谁就掌控这片大漠的浅层资源。输的人永远离开这里。沙鹰站在方峰墙外，眼神锐利，带着孤注一战的决绝。沙鹰在沙漠里活了20年，靠抢夺和经验活了下来。沙鹰不想就这么认输。魏凡站在防风墙后，看着对面的队伍。我应下。黄沙漫卷，两方营地遥遥相对。沙暴堵约之前，魏凡先一步深入大漠中层。魏凡要先摸出水源和地形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沙鹰也派出了自己的队伍，两支队伍数次擦肩而过，互不干扰，各自勘探。魏凡这沿此走向植被分布，沙丘形态定位一处处水源和矿脉，一处又一处，每一处标记都精准无误。完整的中层大漠地图被魏凡绘了出来。勘探的结果比预想中还要好，腹地的大型圆弧和铁矿带储量远超营地的浅层矿区。魏凡眼里的沙漠，跟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样子啊！或许建设真的比抢夺走得更远。抢夺只能得一时之利，建设才能有一世安宁。不好，兽群！他们冲过来了！沿小路、水源边分层挖壕沟，快！别乱，照我说的做。掉进去了！就是现在！逐个打，别靠太近。退了，都退了。一人没伤，还得了这么多兽皮，收好东西，继续走。周边的三德流民小队见识了营地的安稳与富足，主动上门请求归附。我们守规矩，肯出力，只求有个安身处，把他们编入劳作队和巡防队。领地的人手直接翻了1倍。沙鹰的手下也开始动摇。大当家，要不我们也归顺算了，跟着他们总比天天流浪强。住口！谁再提归顺，别怪我不留情。魏凡带勘探队深入腹地，营地暂由众人自守。不对，沙兆怎么现在就来了？提前了1天，快收东西！监护粮仓，先躲起来啊！我得进水了。风从西北斜切，先顶迎风那排，3个人压门，2个人搬药和水，老人孩子先进地窝。听二叔的，
两卡低点，别顶中间，中间最先断。那个节别省，横一抬就全散。重的先走，水和药别落下。先进去，别堵口，一个个下。总不能每次都等你回来救场。沙鹰的营地损失过半，水源被掩埋，粮食被吹走，族人饥寒交迫，士气低落到了极点。而魏凡的领地几乎毫发无损，粮水充足，居所安稳，秩序井然。沙鹰站在领地的防风林前，看着内陆井然有序的聚落，沉默了很久很久。我活了20年，一直信奉沙漠里资源有限，强比剑快。可眼前的一切狠狠推翻了沙鹰坚持了一辈子的认知。沙鹰放下过往争端，收起随身刀去。我认了，你这条路走得更远。领地越来越大，边界线也越来越长，边界越长，漏洞越多，外人野兽更易闯入。魏凡调集劳力，修筑连绵的沙土高墙，筑墙固边，先把混乱挡在外面。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立一座巡防岗哨，边界清晰明了。沙鹰带着巡防队轮岗值守，有人守，边界才算边界。边界治安大幅提升，流民、游牧商队往来都有了明确的规矩。按规矩，一个个过。肉食和皮毛一直靠和游牧部落交换，现在该自己养了。魏凡规划了独立的畜牧饲养区，分栏饲养骆驼和沙漠兽类，繁育幼崽，专人照料，科学喂养。畜牧区稳定产出肉食、兽皮、驼源，数量得足够全族使用。从种植、攻防到畜牧，领地基本实现了衣食住行全族自举，再也不用依赖外部贸易。人呢？风沙一吹，脚印都被掩盖，根本分不清方向。魏莽不见了，分头找。大漠茫茫，迷路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魏凡观察沙丘的迎风纹路，植被倒伏的方向，结合时辰和风向，人在那一带背风面，跟我走。找到了，看迎风纹，看倒伏向，再对时辰和风向，别乱追。二叔这是缺乏基础地质常识。农田、畜牧、工房、矿场、贸易、巡防、勘探，7大板块全部配套完善，环环相扣。就算彻底断绝和外界的往来，领地也能长久存续下去。完整的荒漠生态闭环终于成了。魏凡的族人听不懂什么是生态闭环，却都真切的明白，以后再也不用怕颠沛流离了。边界沙窝里捡的，看着像老东西，还有个指甲盖大的小黑石子，乌溜溜不反光，看着不像石头，我以为没用，随手扔了。什么样的石子？扔在哪儿了？就那边沙沟里，风一吹早没影了。怎么，值钱？没什么。
我见过这个。墨族当年也见过这种石头。全族停工，固城防。墙、屋、密室同时加固。把墙再抬高一层。每一道缝都封死。水、粮、药，一样不能缺。撑过3个月，才有活路。青壮年轮班值守，先护住人。风沙来了。水囊、绳索、药包都拿好，各司其职，准备迎击。没人偷懒，没人抱怨，所有人都在为活下去拼尽全力。沙暴来了！所有人都知道，超级沙暴来了。超级沙暴整整持续了3日，狂风嘶吼，天昏地暗，黄沙遮天蔽日。躲在地下密室里的人，听着头顶风沙的咆哮声，彻夜难眠。3日之后，沙暴终于退去，外界的景象惨不忍睹。所有零散聚落、小型部落尽数被黄沙掩埋，无数幸存者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唯有魏凡的领地完好无损，城墙、农田、房屋悉数安稳。消息传开，远近的幸存者都闻讯赶来，只求一处安身之地。领地人口突破了1000人，这里正式成了大漠中最大的聚居地。人口暴涨，部族混杂，管理成了难题。再不整合，领地再大，也会先乱起来。今后所有归附部族，按统一规矩分配劳作奖惩。魏凡整合所有归附部族，制定了统一的分配、劳作、奖惩规则。魏莽统筹民生物资，沙鹰主管巡防安全。部落组成议事会，魏凡总领全局。城邦管理体系初步成型，领地之内秩序井然，人人都有活路，人人都有奔头。有这样的水源，墨族当年为什么会覆灭？王城外围的土层之下，埋藏着大量的遗产，古农具、治水图纸、生存笔记，应有尽有。其中记载的沙地改良法，远程引水术，精妙程度甚至超过了魏凡的现有方案。魏凡结合古法与现代知识，升级了引水灌溉系统和农田改造方案，粮食产量、水源利用率再上一个台阶。难道是过度开采地下水，加上内部路线分裂，最终导致了文明的崩塌？安稳日子久了，就有人动歪心思，有归顺部落的头领私心过重，截留物资分给自家亲信，底层族人食不果腹，事情闹到了议事堂。私扣粮食，坏的是全族活路。我只是……从现在起，头领的管理权废除。魏凡没有留情，统筹部落的人
只能由公正的人来做。他当众废除了那头领的管理权，重新推举公正之人统筹部落。从今以后，物资统一分配，账目全部公开，再有私藏克扣者，逐出领地。处理完这件事，魏凡看着古墨族笔记上，当年的墨族或许就是从分配不公开始，一步步走向衰亡的。这样的前车之鉴，他们绝不能重蹈覆辙。领地大了，危险也多了。大漠深处的野兽、流寇，时不时就会来侵扰边界。器械巡防，疆域安顿无外忧。魏凡带领工坊批量打造沙土壕沟器械、远距离预警装置，又选拔魏凡的族人分区值守整片疆域。防御体系完善之后，边界再也没出过乱子，魏凡的族人安居，劳作有序，整片疆域安稳祥和。恭迎莫野之主！恭迎莫野之主！起来！没有什么主，我们都是在沙漠里讨生活的人，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我一个人，是所有人一起拼出来的。墨族的前车之鉴，我们绝不会重蹈覆辙。这片黄沙之上，会走出一条更长久的路。墨王城的秘密，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。